如果你找到圣火令，报完仇之后，那我们一块儿回到仙霞岭，和爷爷婆婆高高兴兴过一辈子，你说好吗？当然好了。不过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圣火令。两人第一次踏出仙霞岭，可刚来到山下，就遇上了金毛狮王。听闻几人正要赶赴武林大会，依依提议要去武林大会看看热闹。不过千万不要惹麻烦。依依看眼金毛狮王，点头答应不会惹事。两人起身，可刚走到几人旁边，依依就停了下来。你觉不觉得那些狗叫声真吵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你有没有听到有一群仗着主人威势的看门狗在那儿叫唤？敢在金毛狮王面前放肆！一声令下，众人一拥而上。不想依依和天仇出手惊人，一招一个，几个手下被打得人仰马翻，就连金毛狮王也被两人如同玩物般打来打去。金毛狮王雄霸一方，今天竟被两个晚辈打得不敢近前。这儿。依依天仇一脸嬉笑，长经帮的武功也不过如此。几个照面下来，再也没人敢近前。你们全都是废物！走！两人玩够了，起身赶往雪池武林大会。此时五大派已齐聚雪池，依依和天仇藏身暗处，想看看五大派的实力。数年来，五大派为了争夺圣火令明争暗斗，伤亡不计其数。白发天骄冷若清第一个站出来，要和万毒神君算账，招呼手下将万毒神君安插的奸细带了出来，随即拿出了万毒神君的独门暗器黑流星。这颗黑流星要是放了出去，所有人都在劫难逃。见状，四大掌门虎视眈眈，万毒神君百口莫辩，只有舍弃两个手下。你们两个叛徒，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？各位，我已经清理门户了。万毒神君心狠手辣，几大掌门也不再追究。司马无敌手举兵刃，耀武扬威，有没有人敢与我一战？灭绝师太表示，五大派比试了10几年都不分胜负，不如今年五派各自派出1名弟子出来比试。四大掌门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万毒神君门下爱妃第一个出战，灭绝师太派出爱徒尹丹凤应战。只要能给峨眉争光，弟子万死不辞。爱妃不把眼前的小姑娘放在眼里，灭绝叮嘱丹凤，爱妃是五派后辈中武功最好的一个，千万要小心她的武器。灵蛇教最擅长的就是用毒。丹凤面不改色，上前领教：尹小姐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嘴上说照顾，可出招却毫不手软。丹凤手持峨眉刺，交手2招，爱妃就放出了手上的双盾。丹凤凌空闪过，峨眉刺直击面门，爱妃挡下，使出毒气击倒丹凤。爱妃得意之时，丹凤突然打出一记暗器，爱妃落败。灭绝让万毒神君交出藏圣火令的地图。这时，一个少年瞬移到雪池，手接法指，打出数道鬼念，瞬间扰乱了众人的心神。这就是天竺魔功回魂大法。随即，少年移形换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五大掌门身上的圣火令地图一一夺走。几人察觉之时，少年已经坐在了武林盟主的位子上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骆云秀，快来把血图交出来！骆云秀手指五大掌门，雪池比武，胜者夺血图，可是你们五大派定下的规矩。五大掌门无言以对，骆云秀当即打开血图，狂笑不止。各位想不想知道，你们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所得到的血图是什么样子？骆云秀将血图甩到墙上，竟是一只龟。想不到你们五大派这么多年拼死拼活，都是为了这只龟。偷看的天仇和依依暗暗发笑。灭绝上前，大胆小辈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叫你师父出来。骆云秀摇头。你不配问我师父，而且我说出来会吓坏你的。灭绝暴怒，又叫出了丹凤，哟，替为师出手教训一下这个狂妄之徒。灭绝不敢出手，碍于面子，只能让丹凤去送死。骆云秀面露邪笑，一跃而起，丹凤翻转起身，凌空出腿，骆云秀只出一招，就将丹凤击飞出去。这位小姐，对不起啊，在下一时手重了。丹凤，还不快点回来！呵呵，中原武林只懂得装模作样，而武功呢就后继无人。哼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以为我们白虎教是什么地方？哼，你别仗着你们人多，以为我们人少就会怕你吗？你以为我们白虎教是以人多欺负人少吗？好，那我就让你尝尝我们白虎教的厉害。退下。是。
白骨阴阳功是白发天骄的独门绝技，祭出魔血石骨爪，天仇闪身避过，两人对接一掌。再看骆云秀三人已被魔血石骨爪带入了机关。天仇虽然修炼了幽冥鬼手，但火候未到，精髓未现，几个照面也被白发天骄打入了机关。天仇跌落深不见底的地道，黄毛怪请令要带着漠北四鬼把他抓上来。不用，我们白骨潭的水又急又深，而且水是一直流入大海，这次他想不死也不行了。可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。为保万无一失，白发天骄还是让黄袍怪带人下去看看。天仇顺着地道滚入了白骨潭，几番挣扎，还是晕死在了寒潭之中。可黄毛怪找了一天都没发现天仇的尸体。白发天骄下令继续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原来天仇命不该绝，被海水冲到了一座荒岛，岛上荒无人烟。好在天仇发现了几棵果树，让他填饱了肚子，有了力气。天仇继续前行，走到了山腰处，他发现了一处山洞。穿过山洞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处瀑布，这场景似曾相识，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直到他拨开草丛，看到石碑上的3个大字“待月见”，天仇拿出圣火令的地图，果然这里就是地图所示的位置。爹娘，你们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孩儿找到圣火令，为你们报仇。天仇收起地图，冲入待月见，只见不远处灵光闪动，这是阴阳圣火令。天仇近前，不小心踩中机关，地面弹起无数钢刺。天仇一跃而起，来到对面，接着又是数道暗器射出。天仇以巧妙身法一一躲过。就在他要取圣火令之时，发现墙面上的2行大字：欲取圣火令，在此3叩9拜。天仇跪倒在地，这正是父母留下的字迹。孩儿终于找到了，从此以后，一定要保佑孩儿早日学会圣火令的武功，为你们报仇。天仇对着石壁3叩9拜后，果然顺利拔出了阴阳圣火令。圣火令威力无穷，只是舞动几下就地动山摇。这边黄毛怪正在严刑逼问骆云秀3人圣火令的线索。如果你不想他受苦呢，就快点把圣火令的下落说出来。几人还是默不作声。黄毛怪下令继续打。这时白发天骄赶了过来，见骆云秀被打得皮开肉绽，2个小姑娘却毫发无损。哼，你还挺怜香惜玉的。你们听着，连女的也要打。不用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给他们吃的，也不给水喝，看他们说不说。白发天骄带人离去，却不知此时天仇已经杀上了白骨教。从守卫口中得知了天牢的位置，手持圣火令杀入天牢，破开牢门，为依依和丹凤打开铁锁。天仇带着3人杀出牢房，可白骨教内却空无一人。推开大门，黄毛怪早已守在门口，白发天骄也从后方杀出。你运气不错啊，摔到白骨潭里面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白发天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令圣火令。白发天骄舞动魔血石骨爪，天仇催动圣火令，白发天骄祭出兵刃，被圣火令击退，随即再出一击，魔血石骨爪被拦腰折断。弃掉兵刃，使出白骨阴阳功，不想又被圣火令一招击飞，打了个人仰马翻。黄毛怪想过来援手，被天仇一击轰出门外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天仇带着3人撤出白骨教。白发天骄伤得不轻，众人把他扶起来，运功调息后才说出话来，当即下令飞鸽传书通知4大门派，圣火令重现江湖。灵蛇教五毒神君，长经帮司马无敌，峨眉派灭绝师太，少林寺空明大师纷纷出山追寻韦天仇和圣火令的下落。在天竺国有2大高手，并称琴骨双怪，他们就是八臂骨神和6指琴魔。2人奉南宫邪之命前往中原夺回圣火令。灭绝师太与骆云秀争夺圣火令之时，一对古琴迎面袭来，一招击退了灭绝师太，夺过圣火令。我还以为峨眉的武功有多厉害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凭你们的武功，居然和我争圣火令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灭绝冷哼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中原的武功。显然他还没有认出达叔的身份，就让我6指琴魔和你玩2招吧。琴魔手持古琴，与灭绝交手一处。灭绝师太的灭绝魔功已经练到了第10重，几个照面就一掌击退琴魔。古神急忙援手，铁骨挥舞，发出破空之声，如龙吟虎啸。灭绝避让几招，抓住古神破绽，一掌击中古神，同时也被琴魔所伤。
随即秦鼓合于一处。骆云秀叮嘱丹凤，这是秦鼓大法，一定要当心。果然，秦鼓齐鸣，两人的内力被放大数倍，击出数道音浪，震耳欲聋。内功深厚的灭绝师太也无法抵御，被音浪击飞出去，伤及五脏六腑，口吐鲜血。丹凤扶起师傅，不敢久留。达叔冷哼，想不到灭绝的内功这么深厚。秦鼓合奏，火烤不留，他居然可以不死。不过他中了我的秦鼓大法，要想治好也不容易。秦魔走向骆云秀，还不起来，不要再装了。原来两人早就看出骆云秀对丹凤动了真情，不过念骆云秀追查圣火令有功，就既往不咎了。可古神拿出腰间的圣火令，发现竟是2块木板。古神当即冲入房间查找，可为时已晚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古神和秦瑶当即追了出去，却不想天仇和依依就藏身在房顶。两人刚想起身，天仇突感功力不济，来不及多想，依依赶紧扶着天仇逃离。可天仇中毒已深，没走多远就瘫倒在地。依依询问天仇为什么会这样，天仇想起他喝过丹凤的参茶，一定是他下的毒。天仇晕死过去，醒来之时已经躺在了一处民宅。依依扶起天仇，让他放心，圣火令没有被抢走。他们个个都真圣火令，我为了安全起见，就把你假的给你换了。谈话间，有数条毒蛇钻入了房间，依依急忙冲出门外，原来是万毒神君的徒弟爱妃。爱妃，上次让你跑掉了，这次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找你呀。喂，你的嘴干净一点。哦，爱妃手持双盾攻向依依，论单打独斗，依依不是爱妃的对手。几番交手，依依就撤回房间，合上了房门。爱妃一脚破开房门，这时依依的天蚕丝已经打了出来。几番纠缠，依依不慎身中一脚，爱妃翻身挟持了天仇，逼迫依依交出圣火令。依依不能见死不救，圣火令就在床头那儿，你自己拿吧。爱妃取出圣火令，狂笑，终于得手了。依依怒喝：“你拿到了，快滚！”爱妃冷哼：“要我走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你要什么？我爱妃生平最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像你这样的女人。你肯不肯？不肯啊！好，我就一下打死他。依依元首不慎被爱妃点中了穴道，这次真是财色双收，放下圣火令就要对依依动手。一个姑娘怎么能这么粗鲁呢？就在爱妃得意之时，两人破墙而入，正是六指琴魔和八臂主神。骆云秀抢先出手，暗中解开了依依的穴道。爱妃拾起双盾，放出迷雾，待浓雾散去，几人已不见踪影。天仇有伤在身，跑不了多远，三人紧追其后。傍晚，天仇和依依还是没能逃脱，秦魔古神心狠手辣，两人今天难逃结束了。骆云秀劝说依依交出圣火令，或许还有一条活路。骆云秀，如果你还有点正义感，你就正义感是多少钱一斤呢？依依拼死抵抗，被秦魔大法重伤。周大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天仇宁愿死，也不能让魔教得到圣火令，带着圣火令跳下悬崖。秦魔狂笑，教主最怕的是圣火令的武功。如今圣火令坠落悬崖，教主再无后顾之忧。哼，以后教主的回魂大法就可以天下无敌了。秦魔下令把依依也推下悬崖，一了百了。就在这两人要动手之时，哭鬼笑怪赶到，救下了依依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就是天竺圣教的左右护法六指琴魔、八臂古王。六指琴魔和八臂古王在天竺称王称霸，但中原的异鬼半怪也不是浪得虚名。几番交手，被哭鬼的移形幻影打得晕头转向。此战全无胜算，秦魔古神闪身逃离。异鬼半怪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将来有机会再向两位请教。这两个人身上结满蛛网，双掌相对，他们不是雕像，而是两个隐居世外的高人。掉落悬崖的韦天仇刚巧看到这两个怪人。你们两位是？啊，你连我们都不认识啊？你看看他的样子，今年呐，最多不过是10几20来岁。我跟你呀，藏在这个地方都有60多年喽，人家怎么会认得我们呢？原来两位老者就是60年前名震天下的两大奇人。
绿袍老祖和天池老怪，两人在60年前武功就已经练至登峰造极，放眼天下再无敌手。于是找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山谷退隐江湖。虽然远离人世，但好胜之心并没有因此消减。两人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可是比了60年，仍是不分胜负。所以两人在1年前开始比拼内力和耐力。可比试了2个月，还是不分伯仲。可当两人想停手谈和之时，却发现被对方的内力吸住了，无法分开。两人已经保持这个姿势1年了。天仇不解，两人为什么不同时收工？天池老怪摇头：我们都用尽了全力，长久以来内力已经融合，如果贸然收工，就会筋脉尽断而亡。那就是没办法能够分开你们。天池老怪说：办法不是没有，只要有一个人挡在我们中间，承受我们的内力，等到我们的内力转弱，就可以分开了。我可得告诉你啊，那个人呐，随时随地会被我们的内力打死的。韦天仇中了9阴夺命丹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于是决定临死前再做一件善事，帮二老脱困。天仇不顾二老阻拦，起身冲了过去，将两人的内力吸入自己体内。见他们内力转弱，翻身坐在两人中间，伴着一声巨响，3人都被震飞出去。意外的是，天仇并没有筋脉尽断而亡。哎，你想不到你自己死不了吧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死不了啊，全靠你身上那2块令牌呀！原来是2面阴阳圣火令替天仇抵挡了两人的功力。天池老怪手指天仇：你小子真是有福之人，不但有惊无险，还把我和绿袍老祖的内力吸去了大半，所中的毒也因此被挤出了体外。闻言，天仇开心不已。天池老怪让他不要高兴太早，你虽然死里逃生，但还是无法爬出这个山谷。只要我不死，我肯定有办法能够爬上去。天池老怪让天仇不要浪费力气了，我们60年都爬不出去，为今之计，你不如静下心来练好武功。绿袍老祖也觉得这个主意好，当即把自己刚创出的天外飞仙演示给天仇看。天池老怪不甘示弱，给天仇演示了一招仙人指路。绿袍老祖和天池老怪各出一招，都想让天仇练习自己的招式。争吵无果，只好一决胜负，各自打出一道幻影，对决一处。几番交手有来有回，不分伯仲。老怪，怎么也破不了我的日月飞狐啊！哼，你也破不了我的青龙出海。两人争吵不休，火气越来越大。天仇只好出手破解两人招式，先是破了绿袍老祖的日月飞火。啊，我怎么会想不出来呢？招式被破，绿袍老祖一脸不悦。天仇见状，又出手破了天池老怪的青龙出海。这下看到二老狂笑不止，想不到修炼几10年的武功，如今却不如一个晚辈。以后我们2个不用在这儿争天下第一了。哎，不错，我们用不着在这儿争啦。二老争斗一生，终于重归于好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以天仇的武学天赋，不出1年，他就是天下第一。天仇功力大增，但他还有一件心事未了，那就是完成父母的遗愿，练成圣火令上的武功。天仇看着圣火令上的符文催动内力，圣火令像是有所感应，天仇顿感一股真气灌入体内，在奇经8脉乱窜。天仇极力压制，苦练1夜，练功切忌操之过急。二老见状担心不已，果然天仇经脉错乱，二老当即冲入实事，天仇走火入魔了。好在两人功力深厚，合力帮天仇打通了经脉。二老拿过圣火令仔细观摩，上面写的是天竺文，可天仇根本看不懂天竺文，怎么会被圣火令扰乱了经脉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圣火令上面的符号不是天竺文，而是经脉图。既然是经脉图，为什么天仇看了他会走火入魔呢？一来呢，天仇不知道那个是经脉图，他又不是按部就班的去看。随随便便这也看那也看，这样啊，你想不走火入魔才怪呢。终于破解了圣火令的奥秘，天仇细心摸索圣火令上面的符号各自所代表的经脉，有天池老怪和绿袍老祖在旁护法。很快天仇找到了符号次序，再加上二老的内力相助，天仇很快就突破了玄关，终于练成了圣火令的武功。可视武如命的二老不会错过领教圣火令武功的机会，可即便天池老怪和绿袍老祖联手，也无法伤到天仇分毫。这样二老也就放心了。哎，天仇，以你现在的武功啊，大可
可以出去为你的父母报仇雪恨了。可这里是万丈深渊，周围都是光滑的石壁，无处着力。绿袍老祖接过圣火令，打入石壁，天仇顿悟，利用无坚不摧的圣火令穿刺石壁，向上攀爬。左右护法听命，在！向中原武林发出死亡帖，我要吞并中原。遵命。这个向中原武林发出死亡帖的人，就是魔教教主南宫邪。魔教进军中原的第一个目标，选定了长经帮。六指琴魔和八臂鼓神使出琴鼓大法，两人操控琴鼓，2个照面就将司马无敌打翻在地。随即琴鼓合奏，司马无敌被震得七窍流血而亡。魔教轻而易举地灭了长经帮。下一个是白骨教，南宫邪一掌打翻白发天骄。如果是30年前，你多少还有点姿色，我还可以会饶了你。不过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去见阎罗王吧。白发天骄被圣火令所伤，还没等伤势恢复，就被南宫邪夺去了性命。之后魔教势如破竹，接连灭掉3大门派。中原有异鬼半怪5大派，南宫邪的下个目标就是枯鬼笑怪。一一匆忙告知枯鬼笑怪2位师傅，魔教正在赶来我们仙霞山，可2位师傅却不把南宫邪放在眼里。我们2个一哭一笑呢，用哭笑神功啊，弄得这些魔教也好啊，妖教也好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谈话间，死亡帖到了。枯鬼接过死亡帖，补血一顾，一张烂帖，吓唬5大派还可以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传来破空之声，秦魔古神和骆云秀赶到了。异鬼半怪，你们居然胆敢违抗死亡令！好，今天就让你们仙霞山庄鸡犬不宁。秦魔古神开始奏乐，枯鬼示意笑怪和一一退到一旁，施展出枯功，鬼声鬼气。2方各施音波功，可6指琴魔和8臂鼓神的功力还是略逊一筹，被枯功所伤，败下阵来。是不是？我们说过，我们贱命一条，是很难被你们送走的。怎么还打不打呀？琴魔古神还想再战，被南宫邪拦住。异鬼半怪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佛教的所作所为，我们早就已经看不过眼了。既然你们来到我们仙霞山庄，你们要想回去就没那么容易喽。南宫邪使出回魂大法，枯鬼笑怪同时施展枯功笑功，2方功力深不可测，几番较量各退一步，不分伯仲。异鬼半怪的鬼哭大法果然厉害。你有机会死在这个仙霞山庄，也算你的福气。是啊。南宫邪狂笑，我的回魂大法第8重就能和你们打成平手，可如今我已经练到了第9重。今天死在仙霞山庄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南宫邪催动回魂大法第9重，使出移形幻影，闪身到2人近前。枯鬼笑怪联手之下，南宫邪不落下风，几番交手，接连击退2人。枯鬼推开老婆子，与南宫邪站到一处，几番交手，2人对接一掌。枯鬼趁机擒住南宫邪的要害，随即施展枯功。不想南宫邪毫发无损，枯鬼反而身中一掌。笑怪急忙援手，2人将南宫邪夹在中间，一哭一笑同时攻击南宫邪。不想南宫邪的内力能抵御2人的音波功，待2人内力削弱，南宫邪挣脱束缚，重创枯鬼笑怪。一一急忙上前搀扶2位师傅，笑怪已经说不出话，枯鬼让一一赶快走。我们打不过他呀！我不走，我要和他拼了！就算死，我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。枯鬼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一一推了出去。南宫邪命秦魔古神前去追杀一一，随即施展回魂大法，给奄奄一息的枯鬼笑怪致命一击，捏碎了2人的头骨。江湖上的异鬼半怪惨死魔宫之下。元秀，在，把异鬼半怪的尸首挂起来，叫人知道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